住滚烫的灵魂。我多想抱紧你，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，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跟小孩一样安静。我跟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请让我抱紧你，去爱的彼岸，没有人学习。老大手机怎么老关机啊？人上哪儿去了？你拿你手机打一下来。不用找你们大哥了，他涉嫌虐打他人，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你报的警啊？我没有啊。我报的警。我说你这个医生真的是，我们家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，你管哪门子闲事儿？就是啊，我大哥也不是故意的，报什么警啊？再说了，他现在进去了，你照顾我爸呀？不是还有你们俩吗？他一个人能照顾，你们俩照顾不了了。我没经验呀。那你们商量商量吧，我这还有其他事儿呢。二哥，我还得赶回家给诺诺做饭呢，要不你就辛苦一下吧。不，我店里也一堆事儿呢。你就当帮帮我这个妹妹吧，行不行？妹，你也知道我店里走不开，你就体谅体谅哥哥，行不？都是那个女医生，没事报什么警啊？脑子有病。行，没问题。肖医生，你是在国外待太久，待傻了吧？爸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别动这个面罩。难受不舒服。那这样，下来一点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别动了啊！哎呀，你别动啊，干嘛呀？二哥，你管管吧。手长在身上，我怎么管呀？爸，你可别再动了啊！你要是再动的话，我们都不管你了。不动了，不动了，不动了。你这又是干什么呀？爸，我求您了，你饶了我行不行？别再折腾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上厕所，你跟出来干什么呀？我也上厕所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偷摸走的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想上厕所。什么人啊这是！一开始我看他们关心陈国栋，我还挺感动，没想到都是假的。关心是真的，不想照顾也是真的，人心啊，复杂着呢。哎呀，爸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折磨我了，行不行？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？哎，你这又是干什么呢你？你干嘛呀？下雨了，得关窗户去。哪儿下雨了？天好着呢，你赶紧躺下。哎，二哥，你帮帮我啊！正忙着呢。行，你不管是吧？那我也不管了，咱俩谁都别管了。
行。伟杰。喂。他不要，合同都签了，他说不要。行。你跟他说，签合同办。他不要让他赔钱。天一堆破事儿。你老叫唤什么呀，在那儿？伟杰。叽叽喳喳，烦不烦人？伟杰。哎，喂，宝贝啊。妈妈在医院照顾你姥姥呢。你和你爸叫个外卖好不好？喝水。哦，喂，老公。大哥他不在，我这会儿实在走不开啊。你别生气啊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喂。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啊？你喝水。二哥，你说咱爸怎么这么磨人呢？还不是老大惯的呀？咱爸以前是这样吗？什么味儿啊？这么臭啊！不会是咱爸拉了吧？呀，拉了！哎呀，赶紧收拾一下你。我收拾，你是男的，你收拾啊！什么男的女的？你是闺女，你赶紧收拾去。我怎么收拾啊？哎，这点事儿你都搞不定。行，我想办法。哎，你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喂，哎，老公啊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你听我说嘛，是这样的，大哥他不在。我们请的护工马上到。哎，要是有什么事，怎么联系你们啊？我大哥过几天就出来了，有事情你们找他啊。什么人啊，这是？慢慢躺啊。哎，好。哎，都换干净了，舒服了。微凉。小李，你坐这儿陪他一会儿。微凉在呢啊。又开始念叨陈微凉了。儿子打老子就是不对，错了就该罚。可他要是因为这事儿不管他爹了，那该怎么办呀？肖医生管啊，别人做错了事儿要接受惩罚，那肖医生做错了事儿，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下责任啊？我可以承担。话可说的真漂亮，自己做了所谓正确的事儿，可后果却是陈国栋在承担。我会负责到底的。那希望你说到做到啊。肖医生回国遇到你，真的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觉得倒霉吗？我还好，我习惯了。对啊，那是我的问题吗？是他自己的事儿。不知廉耻。哼。老爷子恢复的不错啊。微凉呢？微凉，微凉。
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护士长，你不是交完班了吗？赶紧回去吧。我在等思思，她又迟到了。你一个人在这儿不行啊。护士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我非给你加俩大夜，好好治治你这迟到的毛病。明天再跟你说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护士长，你还没换衣服呢。钥匙。谢谢。护士长，护士长那么急匆匆的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护士长家里电话一直没人接，她担心她老公，回去看看。这个点儿，她老公在家，是生病了？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呀？你赶紧说。哎，其实这事咱们急诊科里很多人都知道，可能没跟你说，就是护士长老公出过车祸，下半身瘫痪了。啊？什么时候事儿啊？有8、9年了吧。当时2个人正准备结婚呢，护士长家里人一直劝她考虑清楚，但护士长还是跟她老公结婚了。这么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的。护士长可真伟大，她也太不容易了。而且咱们急诊科里那么多事情，护士长都能处理得特别好，唯独掌控不了她的生活。前阵子我还问护士长来着，她跟她老公结婚那么久，为什么不要孩子？你可真会问。你不也没跟我说过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刚交班，我着急回家，这会儿打不到车。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给闲云打了几个电话，他没接，我有点着急。那你上车吧，我送你去。哦不，这会耽误您事儿的，不用。我办事稍微晚一些，没关系的，快上车吧。给您添麻烦。什么情况？患者35岁，在飞机上昏迷，右腿感染，原因不明，有恶臭。你怎么看？他腿部的皮肤、肌肉、血管和神经周围结缔组织大范围的感染腐烂，高烧不退，随时有并发心肌炎的可能。这些都只是表现出来的症状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发病的原因，对症下药。看起来像某种细菌感染，我们得尽快了。一旦血流感染引起了多器官功能衰竭，就来不及了。哎，联系到他家属了吗？联系到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希望家属能给一些线索吧。前几天他约了几个朋友去云林山上玩，在当地住了几个晚上。之前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听说他在山上看到了蛇。难道是被毒蛇咬的？哎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被蛇咬过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说清楚，他就告诉我这几天玩得挺开心的，说今天就要回来的。
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昏迷了呢？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的。你有没有跟他同行人的联系方式啊？好，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同行的人说，贺琛胜在云林山确实被眼镜蛇咬了。当时他们在山里，又没有抗蛇毒血清，就用了当地的土办法进行治疗。后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儿，也就没告诉他妻子。那就是说，是眼镜蛇蛇毒造成的感染了。先抗蛇毒吧，马上去准备抗蛇毒血清。好。陆主任，谢谢您，您回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道上去吧，万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呢？哦，不用，实在是太麻烦您了。哎，没关系的，来都来了，我上去看看仙云去。好，走走。静云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别碰我，我身上有尿。别拿轮椅。这是又疼了，我给你拿药。摔着没有啊？这腿怎么了？开水烫了。哎，家里边有烫伤药吗？有。哎，拿点过来。怎么了？哪儿烫了？腿烫着了。我来吧。4颗啊。哦。副主任，让你见笑了。什么话？中枢性疼痛，疼起来是容易引起失禁的，这个谁都知道。真的疼起来也没有办法，没关系的。血清拿来了，准备静脉推注。好像过敏了。结皮导管，流量给2升，准备5号个体3秒钟推注。好。不是眼镜蛇毒造成的感染，那是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陆主任，您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自个儿来收拾。没事，这边都已经弄完了。都怪我不小心，我每天都会烧点开水晾上，等小山回来好喝点。今天身体突然疼起来，手一抖，把自己还给烫着。你那个烫伤上几次药就好了。哎，不过你那个中枢性疼痛好像比以前更严重了啊。对，越来越疼了。我上网看了，这脑子里的毛病，全世界都没有好办法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你也别这么说，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，大脑科学也是一日千里的，没准很快就有新的治疗方法了。你自己心态要先调整好了啊。我也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。我来吧。宝贝，已经可以了。呀，你这都湿了。没关系。这个烫伤这几天不能沾水的啊，你自己要小心一些，好吧？真是麻烦你了，陆主任。你看你这身上让我给弄的。不要这么说。主任，这是仙云的，不过是干净的，您先换上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车里有常备的衣服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回医院了，好吧？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送您下去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下去好了啊。你先好好照顾仙云啊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聊，好吧？啊，我走了啊。我去送总啊。这仙云的这个中枢性疼痛，好像比以前更严重了一些了啊。是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是更严重了，药物也只能缓解一会儿。我说再去医院看看吧，他死活不去。医院还是要去的，不过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好像还是算是不错的。他以前不是老师吗？爱面子，现在还多疼都不肯告诉我。哎，
你这个平时工作这么忙，你回来还得照顾他，怎么没想起来找个保姆呢？我当然想找个保姆了，就限于现在这情况，一个人在家我真的特别不放心。可您知道的，现在这好保姆太难找了，再加上这工资又那么贵，我一个护士长是真养不起。哎呀，真是，现在保姆的工资真的是挺高的。哎，你赶紧回去照顾他去吧，我走了啊。谢谢您啊，陆主任。不客气，快回吧。好，给您添麻烦。再见。好。喂，宋主任，哎，我是同山医院的陆平安啊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有个小事想请你帮个忙啊，你帮我问问看，你们医院有没有护工愿意去患者家里边的？对，哎，想要个男的老实一点的，比较能干的，价格方面嘛，只要不是太离谱都可以。我们医院我出院不太方便呢。哎，好的，你帮我问一下啊，辛苦了啊。好的，好，那我等你消息啊，谢谢啊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好。你说你给人家拿我的衣服，人家会穿吗？那我不是看他那一身都是湿都湿了，就换换呗。别把话说的那么委婉，那是湿了吗？那是脏了，弄人家一身的尿。我今天丢人真是丢到家了，名誉扫地，太丢人了。别往心里去，这医院我们每天见的都是这样的。对，你们都见怪不怪了。好，是我考虑的不周到，行了吧？你说说你，这感冒还没好呢，你瞎折腾什么呀？来，赶紧把这感冒药喝了，拿好，好，起身。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没躺下工作，没钱，靠老婆养活，靠老婆伺候。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抬手。有什么意义？怎么就没意义了？只要你活着，咱们这个家呀就是全乎的呀。哪儿全乎了啊？这叫全乎吗？这叫全乎吗？你干嘛？媳妇儿，我知道你想要个孩子，家里有个孩子才全乎。不是说好不提孩子的事儿吗？你看你，不懂了吧？那现在就是流行这个叫，不育保平安，知道吗？生孩子，你知道现在养个孩子有多不容易吗？你可得了吧！又是我上网都查了，那叫不婚不育保平安。咱们俩结婚了，你说我过着这是人的生活吗？是正常人的生活吗？闲云，咱这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想吃啥吃啥，有自己的房，还有车。他们都说了，我那助动车也算车。我想让你过得更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媳妇儿，
如果我没出车祸，咱俩这孩子肯定都能打酱油了。说了不要再提孩子的事儿了。你们看看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大家可以聊一聊。会不会是被其他种类的蛇咬的？比如说云灵山当地的蛇。我查了一下，云灵山当地主要有3种常见的毒蛇：蝮蛇、竹叶青蛇和烙铁头蛇。我们给患者所注射的眼镜蛇蛇毒血清，对烙铁头蛇和竹叶青蛇都有效果。那就只剩蝮蛇了。不知道，除了患者自己，也许没人知道。可是现在患者昏迷不醒，感染就越来越严重了。要不要用抗蝮蛇的血清试一下？但是患者现在已经过敏了，不能再用抗蛇毒的血清了。关键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患者到底是被哪一种蛇咬的。那肖医生的意思就是让患者等死呗？你有什么看法吗？过敏和死亡，2选1啊。行，那这样吧，再用抗蝮蛇的血清试一次啊！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千万不能让患者出现什么闪失。好，那就再试一次。医生，不会又过敏了吧？你放心，一旦出现过敏反应，我们会及时采取措施，确保您丈夫的安全。哦，谢谢。灭老师氧浓度50%。白老师、徐老师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也许引发感染的不是蛇毒，那是什么 ？A 族链球菌。患者是坏死性筋膜炎。对，就是传说中的湿肉病。你怎么确定是 A 族链球菌啊？我之前在国外接触过一名患者，他的症状跟这名患者几乎是一样的。我们几经检查，发现这名患者曾经接触过一类十分稀少的野生猴的粪便，粪便里面有大量的 A 族链球菌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就跟蛇咬的没有关系了。多少都有一些关系。A 族链球菌通常是通过开放性的伤口进入到人体，如果它没有被蛇咬，就不会感染。可这只是我们的推测。这样吧，把组织切片分析结果发给试剂控。走。我们把你丈夫感染部位的组织发给了试剂控中心，经过他们确认，你丈夫感染了一种国内特别少见的病，叫湿肉病，需要截肢。截肢 ？A 族链球菌在人体内的繁殖能力很强，现有的抗生素作用也不大。如果不截肢，它会导致全身的肌肉和身体组织的坏死，就像他现在腿上一样，最终夺去他的生命。医生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救救他好吗？再想想其他办法，医生，医生。你的心情我们理解，但现在患者的状况已经不能再拖了。一旦身体其他部位也感染，需要截掉的就不只是小腿。截肢手术需要家属签字，请你尽快决定，我们好安排手术。我签，我们做手术。好，我们马上去安排。
妈，我真的头晕，我真没有骗您啊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不想上课。等会儿医生检查完了，要是没事儿，看我怎么收拾。医生怎么样啊？他这个血压和心肺都是正常的，这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呗。妈，我真的头晕。那你有没有耳鸣、呕吐？没有。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它在转？也没有。这就是什么病都没有呗。初步检查确实没有什么异象，但是我建议做一个头颅 CT， 可以查出病因。不用做了，他呀这就是装病不想上课。之前啊他也是为了逃学，假装拉肚子，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头晕？我真的头晕，妈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行了，你别跟我装了啊，赶紧老老实实跟我回去上课去。这都高3了，你还这么不努力，你接下来能考上什么好大学呀？可是我头晕，什么都学不进去。我真的建议您还是给他做一个头颅 CT。我听说过，做这个 CT 啊是对脑子不好。他现在要高考了，可不能影响脑子。妈，要不咱做一个吧？你少来，做一个 CT 啊，你又能偷半天的懒。赶紧跟我回学校去。走了，回学校了。要不我开点抗眩晕的药吧？不用了，家里都有。走，回学校。想什么呢？沉思啊。正好你帮我分析个事儿啊。刚才有一个患者说自己头晕，检查了以后没有任何异常。照 CT 了吗？就是没照。这患者是一个学生，他妈妈非得说他是装的，说他为了逃课，所以就没让他做。知子莫若母，他妈是装就装的呗。像这种事儿多了去了，别想什么。我就是担心，我怕他有其他的脑部恶性疾病。引起头晕的原因多了去了，怎么会那么巧呢？哎，前2天在我这儿就有一个女孩说自己也是头晕，跟你这差不多，说来说去又肚子疼啊，又这不舒服那不舒服，都是为了。肖医生。怎么了？爆破反爆炸，体表烧伤面积70%。快推进去了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医生，你能不能快一点儿？我这赶飞机去北京呢。您这个血压波动有一些大，高血压多少年了？7、8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原发性高血压。你就给我开点药，我真赶时间。您要是再催我，误诊了你不能怪我。好，我不催你，我不催你。那麻烦你能快一点吗？之前有没有查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原发性高血压。你这个高血压已经很多年了。虽然当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，但我建议你现在还是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如果查出了原因，对症下药，好得很快。我儿子带我在国外做了多少次检查了，每次诊断都是原发性高血压，我就不相信你这医院怎么比国外的水平高啊！既然您觉得国外的医疗水平高，那还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那你打算给我查什么？你先去门诊挂个号，让他们给你做个全面检查。这些都查过，都没有问题。之前查没有问题，不代表现在就没有问题。肾上腺增大就很有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，所以我建议您现在还是去查一下。你保证能给我查出原因吗？这个没有人可以保证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。你给我做这么多检查，你从中能抽多少钱啊？
是年轻的时候没好好学习，高考没考上大学，就只能跟着你姥爷在菜市场上卖菜，这一卖就是20多年，起早贪黑的。妈，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？你都说100遍了。你别嫌我烦，唉，你呀，好好学，争口气，考上大学，等大学毕了业就去考公务员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上学去了。好好学啊！哎，小南，小南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，医生，你救救我儿子！求你救救我儿子！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患者情况：患者18岁，昏迷20分钟入院，心跳、呼吸都没有了。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。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完毕。患者恢复心跳了。谈话联系放射科，等患者稳定了以后去做头颅 CT。好。抽血化验急诊4项，心电图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儿子到底这是怎么了呀？现在还不知道，还要再做头颅 CT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急性脑出血，出血位置在后颅窝。这个位置出血量大的话，救不回来了吧？先降颅压，联系脑外科进行侧脑摄引流术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后颅窝出血，一开始往往出现的状况就是会有轻微的头晕。由于这个部位呢空间太小，如果出血量比较多，出血速度快，就会压迫脑干，造成呼吸还有心跳都停止。你来救救他呀！他才18岁。患者现在的状况确实不容乐观，但您放心，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。我们已经联系了脑外科专家，到时候会给患者做侧脑摄引流术，先把颅内压降下来，再处理出血问题。医生，要是当时听了您的，给小南做了 CT 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你跟我说实话吧。如果当时把 CT 做了，是有可能提早发现出血迹象，及时应对的话，可能不会走到现在这步。都是我的错。他说头晕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小南，是妈妈害了你，妈妈该死啊！你也别这样，患者他还是有生存的机会的。医生，你一定救救他。我们会尽力的。小南要是没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会尽力的。救救他。肖医生，现在可以手术了。王波姐。老郑。饮料罐。颅压是降下来了，可后颅窝还在出血。患者死亡是早晚的事儿。
只要患者还有一口气在，咱们就不能放弃。他还那么年轻。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，后颅窝大量出血是没有办法做手术的，就算华佗在世，也回天无力。药物治疗呢？现有的药物只能起到局部止血的作用，后颅窝这个位置大量出血，药物暂时没有效果。患者只有18岁，我想再试试。这样吧，等我们明天见到患者家属之后，再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，好吧？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，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，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，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，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，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